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沙漠，就是被誉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。塔克拉玛干在维吾尔语里的意思是一个进得来却出不去的地方。据说这里曾经是一座城市，在数千年前因被诅咒而消失在沙漠中，后来一直被人们认为是生命的禁区。塔克拉玛干沙漠是我国境内最大的沙漠，也是世界上第2大流动沙漠。因为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，受西北和南北2个盛行风向的交叉影响，风沙活动十分频繁和剧烈，使得沙丘的形状每天都不一样。因此，即使花费巨大，修建了一条沙漠公路，这条公路也常常被沙丘淹没。而在这个沙漠的深处，有着一个被世界和历史遗落的民族，他们离群所居，至今来源不明，隔绝在这死亡之海的心脏已经1000多年。他们世代守望着这座大漠里的桃花源，他们就是生活在达里亚布依的克里亚人。克里亚人曾被叫做野人、移民，他们是如何生存在这死亡之海腹地？他们究竟来自哪里？他们的祖先是谁？这些问题一直成谜。达里亚布依在维语里是大河沿，意思是在河流沿岸的村庄。这条大河就是克里亚河。这条大河发源自昆仑山，昆仑山的雪水融化后，自南向北流入塔克拉玛干沙漠，之后汇聚成了克里亚河，形成了一条东西宽10公里、南北长300多公里的绿色长廊。河流的终点便是达里亚布依绿洲，它的四周在克里亚河的滋润下长着3000年不死、不倒、不朽的胡杨林，河岸两边还有肥美的水草。这沿途400年历史的古河道形成的绿洲，就是原始牧民克里亚人居住的地段。克里亚河因洪水的原因不停地改道，克里亚人也随之不停地迁移。渐渐的，离群所居的人们随着河水以及绿洲的延伸，和沙漠边缘的绿洲失去了联系。一般人很难找到这里，即便是这里的人想要外出，骑上骆驼都需要走13天的时间。在1895年以前，这个民族一直都独自安静地生活在大漠之中，直到一位来自瑞典的探险家斯文·赫定来到此处。这位探险家在沙海中找到唐代的丹丹乌里克和晋汉时期的喀拉敦2处遗址后，企图追寻到沙漠的尽头。他想知道那最后的几滴水挣扎到哪里为止。于是他沿着河岸翻越重重沙丘，穿过胡杨林，钻芦苇荡，历经千辛万苦，来到了克里亚河的尽头，发现了这片从未被世人发现的绿洲。这里不仅有成群的野骆驼在奔跑，而且也是大批野猪的乐园。更出乎他意料的是，竟有一个牧民群落在这里生活着。他在著作《亚洲腹地旅行记》兴奋地写道，树林里的老居民是真正的隐士，连中国皇帝在管理着新疆都不知道。他把居住在这里的人称为半野人。就在几年后，敦煌遗书的窃贼斯坦因也慕名来到这里。他在发现尼雅遗址和出土切卢文木简之外，还为克里亚人做了人种学测量，结果证据表明他们属于印欧民族。100年来，这里的历史并未因意外闯入者的技术而喧嚣起来。大概过了半个世纪，1959年，中国政府才派出探险小组，找到这群隔绝的维吾尔人，并为他们建立了达里亚布依村。达里亚布依村大约有263户人家，这里的原始住民大约有1300余人。因为坐落在克里亚河河岸，他们自称为克里亚人，自认为使命是守护克里亚河。克里亚人自成一脉，因为他们的民族暂时无法识别，所以就按他们使用维吾尔语交流的生活习性，将他们划分为维吾尔族。但是他们所说的维语也和其他地区的维语有着较大的差别，因为他们自嘲道他们说的是维语方言。克里亚人的来源始终是个谜，因为中国的历史文献上从未有这样一支村落的记录。即便能够根据他们生活的现状推测出他们大约已经在此生活了1000多年，但他们的身份却无法准确地被判断。目前主流的说法大约有5个，一是说他们是西藏阿里古格王朝首领的后裔，在17世纪中叶，古格王朝在遭到克什米尔的拉达克的多年进攻后，一支100余人的小分队当年为了躲避战乱，才冒险跨过昆仑山来到了这里。二是说他们是2000多年前消失的古楼兰人的一个分支。三是说
他们是西域36国之一的精绝古国的移民。四是说，他们本就是这片沙漠的原住民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约400年前，于田绿洲古老农区地木嘎拉、喀鲁克一带的农民为寻找草场，顺河北下，发现了这里水草丰茂，于是他们决定在此落户。至今，克里亚人的来源说法不一，始终没有定论。在相貌特征上，克里亚人与欧洲人相似，高鼻深目，有的双眼有着绿色的虹膜，但是却有着中国人普遍都有的黄皮肤。明明与世隔绝，不信仰任何宗族，但是束发别簪，身穿会有阴阳鱼图案的道袍。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这身打扮，村里也会有人穿着羊皮制作的衣物。看他们的样子，就像是数千年前的原始村落，但是村子里竟然还有一些铁制的工具。近年来，不少人家也安上了电灯。时间在沙漠中仿佛是静止的，沙漠之外的世界对克里亚人来说也是如此。他们只记得自己是胡杨树绿时出生的，或发洪水时出生的，时间概念十分模糊，没人能准确知道自己的真实年龄。以世纪为单位的遗忘，让克里亚人习惯了孤独，外界有没有生命，至于他们而言，并没有多大意义。来到克里亚村，仿佛回到了17时代。沿着河的两岸，零星分布着人家。土地的贫瘠程度决定了这里户与户的距离，相距最近的人家也要隔上几公里，因为只有这样，草木才能勉强支撑赖以为生的羊群吃饱。达里亚布依村占地约2000平方公里，人丁稀少的他们各自圈地生活，他们的家简陋却整洁。所有人的房屋都是用胡杨树枝和红柳搭建，这两种植物只有在沙漠中才能存活。他们用不朽的胡杨树枝做桩，再用非常坚韧的红柳横向编织成墙。房子内是木骨泥墙的大客厅，地面是细细的泥土地板，细土是润润的，并不干燥。房顶上则用芦苇当顶，用克里亚河里的泥巴来填补缝隙。在有限的条件下，这样简陋的房屋就是他们的家。每家每户都会用沙土堆出一个30公分左右厚的平台，然后在上面铺着地毯或者羊毛毡，这就是他们睡觉的床。房屋中间还有一个50公分左右的深坑，四周摆着石块，石块上架着大锅，这就是他们的厨房和暖炉。房屋中间留出1平米左右的火塘，那里是做饭和休息的地方。火塘的火会保持常年不灭，因为他们认为火种就是生命，如果火熄灭了，那么沙漠就会成为一片死地。在早已现代化的今天，他们却依旧坚守自己的传统风俗和精神家园。他们也从不猎杀动物，即使在生活最贫困的时候，都不曾以狩猎为生。直到今天，他们抵御赤狐等狩猎的工具依然是最原始的工具——火种。克里亚人的生活与胡杨树息息相关，他们把胡杨当作生活的伴侣，利用它，但从不毁坏它。他们用胡杨木盖房、烧火做饭，可是却从来不砍胡杨的主干。克里亚河的两岸生长有大面积的胡杨、红柳和芦苇等荒漠植被，他们劈砍下胡杨木树枝，搭建起房屋，每天将羊群放出去吃胡杨树的嫩叶，枯死的胡杨树又成为了烧火用的燃料。心灵手巧的克里亚人还会用胡杨木制造家具，就是村里的人死了，也会用胡杨木制作棺椁。达里亚布依村的土地面积大小不是全国乡镇之最，但它南北距离却是国内之最，竟然长达500多公里。村民说，如果从南到北发一个结婚请帖，至少半个多月以后才能赶上一场婚礼。在以前，克里亚人全靠骆驼和毛驴来运输他们所需的生活用品。骆驼到县城一次至少要走8天，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出去过。当地没有一个汉族人常住，村里也找不到一个语文老师，只能由略懂中文的体育老师来给孩子们上语文课。由于交通极度不便，地广人稀，嫁娶就成了难题，姑娘基本没法外嫁。近年来，因为人口持续减少，出现了同族近亲结婚的问题，年轻人找对象急需扩大范围。可在这广袤的沙漠深处，又能往哪里扩大呢？生活在如此广袤而荒凉的大漠，物质的匮乏并没有消磨掉他们顽强生存的意志。他们淳朴豪爽，保留有当今社会缺乏的文明和礼仪。现在
这里还过着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的生活。每个克里亚人见面都会亲切问候，谦恭而热忱。沙漠居民克里亚人每家相距很远，每次见面相互问候是最重要的礼节，人们相隔很远就开始相互鞠躬，握手相谈很久。曾经一个笑话说，一个克里亚人到了于田县，见人就握手问候，一天下来要办的正事却一件也没有做。克里亚人的嫁娶文化非常特别，如果有喜事，那么他们会提前1个月广而告之，让人们提前做好准备来参加婚宴。婚宴也不止1天，可能要持续3天左右。在这期间，人们载歌载舞，一起吃饭交流。主人会提前准备好美食招待客人，人们乘兴而来，也乘兴而归。此外，克里亚女子的成人礼也很特别，往往是到了35岁左右才会经历一次阶段礼，与我们常说的18岁成年礼形式一样，只不过是由他们的丈夫操办仪式，庆祝他们成为少妇，进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。对待离婚，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法则。克里亚人认为离婚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，和结婚一样，只要丈夫对妻子摔3次帽子，这段婚姻关系就可以自动终止。离婚之后，2人就可以开始新的婚姻生活。克里亚人对待婚姻的态度很豁达，对待死亡的态度也很豁达。在克里亚人的眼中，生命就像胡杨叶，到了秋天就会落下来，归于尘土中。因此，这里的人们会效仿胡杨叶，死后把胡杨作为棺椁，选择土葬的方式，以表达对沙漠和胡杨的特殊感情。这种特别的埋葬方式被叫做胡杨根葬。把逝者放入其中后，亲属会为其告别祷告，然后再抬到附近的清真寺当中举行葬礼。这之后，他们会将胡杨墓直接用沙土进行掩埋。而根据伊斯兰教的规定，胡杨墓其实不算是真正的棺椁，而是死者的墓室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即使在这么恶劣的生存条件下，克里亚人的100岁老人却非常多。走进达里亚布依村，可以看到很多白首、白眉、白须的老人。这些老人虽然身形佝偻，皮肤黝黑，但是他们的双目像鹰眼一样有神，丝毫不见任何浑浊。即便是拄着拐杖走路，也能看得出他们的身体非常硬朗。克里亚人的生活方式也在新疆独树一帜，既不同于绿洲文明，也不同于草原文明。他们虽然生活在沙漠绿洲中，但是与大多数维吾尔族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不同。克里亚河畔的地为盐碱地，几乎无法耕种，只能用于放牧。家家户户只是种植着少量的麦子，作为生存的主要口粮。克里亚人也并不是说没有尝试过种菜，曾有村民就在家门前种了几平方的菜，还养了几棵玉米。可是由于盐碱地的特性，收成总不是很理想。他们放牧与蒙古族有些不同，由于没有广袤的草原，他们只能沿着克里亚河小范围的迁徙放牧，而炎热的沙漠气候又不适宜饲养马或牛，只能放牧羊群。克里亚河畔胡杨林和芦苇荡里旁的人家多养绵羊，沙漠旁边住的人家多养山羊。在夏天时，克里亚人不让羊食用绿洲旁边的芦苇，而是把芦苇割下来储存着，以备冬天喂羊。平常放牧的时候，克里亚的女人们还汇聚在一起，在沙漠里为丈夫寻找并挖掘大云。大云其实就是肉松茸，被誉为沙漠人参，具有壮阳的作用。克里亚人生存环境恶劣，食物来源较为单一，但这不代表他们没有美食。身处沙漠，克里亚人的美食常常会用到沙子。新疆传统主食馕在这里叫做库麦奇，不同于传统馕饼的是，库麦奇的面不需要发酵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死面。相较于其他面团，死面密度大，饱腹感更强。他们会先将火放在沙子上燃烧，待沙子烤热后，拨开炭火，刨出一个坑做窑炉，然后就把面饼埋进坑里，再在上面盖一层沙子，直接将其焖熟。面饼与炭灰之间没有任何东西相隔，馕饼烤熟后，用手或者工具拍一拍，虽然还是会粘着一点灰，但是无伤大雅，还有助于消化。饼的形状可以通过挖的窑炉的大小来调节，人少做小饼，人多做大饼。逢年过节时做的饼可以大如圆桌。在干燥的沙漠中，馕甚至可以在常温状态下
保持数月不坏。茶是茶叶和羊奶熬煮的天然奶茶，他们大多还会加一些盐来调味和遮盖羊奶的腥气。干脆可口的馕泡进咸香的奶茶里，就是克里亚人一顿丰富的午餐。此外，克里亚人还有自己特制的药茶，称其为恰伊杜拉，其中包括茯茶、茴香、香草等等药材。有说法认为，这些药材可以使沙漠水的碱味变淡，从而变得更好喝一些。除了喝的，当然也少不了新疆最常见的羊肉串了。他们通常就地取材，将沙漠中的红柳枝削成半臂长、筷子粗细的木签，然后将剁成小笼包大小的羊腿肉按3瘦1肥的比例穿在上面。点燃的胡杨树枝熏烤着肥美的羊肉，散发出诱人的香味。无垠的星空下，克里亚人围着篝火大口吃肉，彻夜交谈。虽然靠近水源，但克里亚人的饮水却很成问题。洪水期的克里亚河流下来的泥水带着甜味，枯水期人畜用水则是咸苦的涝坝水。由于克里亚河上游用水量的加大，克里亚河水的行程已越来越短，短到很多人不得不到河的更上方去取水。全乡少有几口甜水井，而这所谓的井也不过是一个个沙坑，里面的水很少，必须顺着木梯爬上爬下着提水。如果想偷点懒用吊桶打水，那打上来的水至少有半桶是沙子。政府曾多次希望他们迁到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去定居，但克里亚人和他们的羊群都不赞成。克里亚人恋土心切，实在不愿搬迁出克里亚河边的达里亚布依。他们说，这里的牲畜夏秋以胡杨嫩枝为食，冬春则要啃干芦苇，不习惯吃杂草。如果把他们带到外面水草丰盛的地方，反而难以存活。于是政府和部队赠送给他们大卡车，他们会开着卡车到于田县城去赶集，卖掉柴禾和羊皮，换回珍贵的茶和盐。1989年，在国家的帮助下，成立了达里亚布依乡人民政府，下设兽医站、医院、粮站和胡杨林管理站。村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身份证，有了组织的管理，也终于享受到了社会文明带来的改变。乡政府所在地在克里亚河的下游，说是乡，实际只是相对集中的几十户克里亚人家。从此，在这片神秘之地，标志着现代文明开始走进这里。达里亚布依的主人由游牧开始走向定居。当初，人们因为沙漠深处发现了野人而认识了克里亚人。和沙子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克里亚人，只认识一种沙子，可能还不如城里的翻沙工。如今，克里亚人在走向文明的同时，也被文明污染着。越来越多的越野车开进了达里亚布依，来自全国各地的探险者们兴奋地将越野车驶向一座座沙丘，扬起的沙尘飘落进克里亚河里。游客在沙漠中点起篝火，大喇叭里放着流行音乐，他们摇曳着身躯，喝着啤酒，庆祝穿越的成功。克里亚人则沉默地蹲在沙地上，静静注视着，看着这些穿着户外装的游客。他们不明白这些游客在为什么狂欢，就像这些游客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如此沉默一样。克里亚人说，他们属于达里亚布依，属于自然，是自然的孩子。蓝天下，他们喜欢自由自在而与世无争。他们保有传统，但不拒绝现代。传统观念中的故土难离，现实中的医疗、教育、饮水、交通等等问题，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选择。克里亚人正在告别河岸边封闭落后的生产和生活，选择拥抱开放和文明。因为乡上的学校已经有了线上派来的教师，教他们的孩子学汉语，教孩子们的家长学农业技术。近年来，随着河水减少，绿洲的泛国也逐渐萎缩，克里亚人面临着生存的困难。2016年，在生态恶化与脱贫攻坚的双重考虑下，于田县政府将达里亚布依搬迁提上了议程。2017年，伴随着异地搬迁，安置点建成，一条长92公里的柏油路也同步建成通车。2019年9月27日，达里亚布依村最后一批114户村民也离开了祖辈们生活的沙漠腹地，住进了搬迁新村。至此，达里亚布依村362户群众全部搬迁完毕。这个沙漠中的孤岛，
承载着自汉代以来丝绸之路绵延下来的遗迹，见证了历史的辉煌，也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孤独。随着现代文明涉足的区域越来越大，这样的少数群体也越来越少。除了中国的克里亚人，你还知道哪些未被识别的民族？这些民族也有着克里亚人同样的经历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见闻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还请按赞、订阅和转发。本期内容到此为止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